又到了吃大白菜的季節，今天用大白菜和豆腐分享一道好吃的家常菜。如果平常你也喜歡吃，今天就跟着视頻一起來了解一下具體是怎樣做的吧。今天在超市花1塊錢買了一顆小一點的大白菜，我們首先把根部切掉一部分，然後從中間切開，像視頻中這樣很輕鬆的就把白菜全部掰開來了。中間部分我們留着下次再吃。我們把掰好的白菜幫放在準備好的涼水中，下手把白菜幫清洗一下，因為大白菜在生長的時候是一片葉子一片葉子包起來的，裡面難免有一些細菌或者是雜質。做這樣清洗之後，我們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全部撈出來放在一旁備用，把菜葉部分也放在水中再次清洗乾淨。把清洗好的白菜葉撈出來放在一旁控乾水分備用。接着我們再把白菜幫給下刀，旁邊的菜葉我們就直接切下來。接着我們再把白菜帮切成小段，這裡我們也不要切太小，如果切太小的話，那樣吃起來口感不好。全部切好以後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碗中備用。接下來我們再把洗乾淨的白菜葉用手撕成小塊，白菜葉也不需要太多，大約是白菜梗的1/2就可以了。大白菜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以及各種微量元素，全部處理完和菜幫放在一起備用。接着我們再準備2塊純手工打造的豆腐。首先把豆腐切成0.5厘米左右的厚片，今天的豆腐我們稍微的切厚一些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但是我們盡量的切均勻一些，這樣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處理完放在準備好的盤中備用。下面我們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。準備小塊五花肉，首先把五花肉切成片，片我們也不要切太薄，大約在1個硬幣的厚度就差不多了。但是我們要盡量的切均勻一些，這樣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好放在準備好的盤中備用。準備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，大蒜可以增加白菜和豆腐的蒜香味。全部切好放在準備好的小碗中備用。接下來再準備1小塊老薑，首先把老薑切成小塊，然後再切成菱形片。全部切好以後和蒜片放在一起備用。接着準備1小把清洗乾淨的辣椒節放在薑蒜一起。下面我們來調個碗汁，空碗中加入1大勺的生抽醬油，然後加入小半勺的蚝油提鮮，接着再加入大半勺的食鹽調味，然後再加入少量的雞精，接着再加入少量的白糖提鮮，最後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澱粉或者是土豆澱粉，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把所有的調味料完全化開，用勺子充分的攪拌一下，使所有的調味料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提前調好料汁也是節省炒菜的時間。接着我們再準備1小把香蔥，直接把香蔥切成2到3公分左右的小長段，全部切好以後放在準備好的小碗中備用。下面我們開始操作，準備一個平底鍋，加入少量的菜籽油，然後把豆腐一塊一塊的放在鍋中。我們要提前把豆腐煎制一下。煎豆腐的时候，我們全程開中小火，慢慢的煎制。這個過程大約在2分鐘左右。剛下去的豆腐我們不要去動它，大約在30秒左右，我們翻動一下，使豆腐受熱更均勻。這樣也可以防止豆腐粘鍋或者是燒糊。我們把所有的豆腐翻過來煎另外一面，
我們要把兩面都煎至金黃。豆腐含有豐富的植物蛋白，不管是煎着吃還是炒着吃，營養都十分的豐富，非常適合老人和小孩食用。我們要把兩面都煎至金黄，像視頻中這樣來回的滑動2次，這樣可以使豆腐受熱更均勻，防止粘鍋。全部煎成視頻中這樣兩面金黃就差不多了。這樣的豆腐金黃的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我們把煎好的豆腐一塊一塊的夾出來，放在準備好的盤中備用。另起鍋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我們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在鍋中。我們要提前把五花肉炒出多余的油脂，全程開中小火慢慢的煸炒，這個過程大約在2分鐘左右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五花肉的水分慢慢的炒乾了，同時也炒出了很多的油脂。其實肉不肉都無所謂，我們就要用五花肉裡面的油脂來炒白菜，讓炒出來的大白菜和豆腐吃着都有肉的香味。把所有的五花肉炒成視頻中這樣。接下來我們就把切好的姜蒜乾辣椒放在鍋中，接着把切好的白菜幫也倒在裡面，再次開大火翻炒，充分的把白菜幫表面的水分炒乾。這裡我們一定要開大火，不停的翻炒，充分的把白菜幫炒出香味。接着我們就把煎好的豆腐也放在鍋中，把調好的料汁也倒下去，再次翻炒均勻，使所有的白菜和豆腐都能夠裹上料汁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。大約翻炒1分鐘左右，使所有的白菜和豆腐吸出料汁。接着我們再把白菜葉全部倒在鍋中，白菜葉比較容易熟。我們像視頻中這樣翻拌均勻，把白菜葉炒至斷生，炒至入味。大約翻炒10秒左右，把白菜葉炒熟，炒至入味。接下來我們就把切好的蔥蒜也倒在鍋中，稍微的翻炒幾下，把香蔥炒出香味。翻炒成視頻中這樣就差不多了。一道營養又美味的白菜炒豆腐就這樣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如果你也喜歡，就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這樣炒出來的白菜清脆爽口，豆腐鮮香入味，加了一些五花肉，吃着都有肉的香味。不管是用來下飯還是下酒，都非常的不錯。主要是操作還十分的簡單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有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